条鱼哎！哦，你的杆子超我面前了，哇！连杆，大段重鱼，真假哎？很大只哎，好，哎我第一次钓到大条鱼，认真有点料哦。哦，大家好，我们创办者，我是君，我们要干嘛？吃尾钓鱼啊！我们的死勾引系列终于开始了。然后我们今天又是我们的2大嘉宾啊，子老师跟勇哥。我们今天来到了南投，我们今天鱼池到了，哦，水很清哦，看到。都很大条鱼哎，对吧？那个大条的可能全部都是高深固鱼，就是俗称的虾面。这边应该大亚会比较肥，然后有拉力的话，应该是我们的虾面。我以为你要说我很有拉力。这个池子呢，在夏天的时候会被淹没，可能淹到大体那个切水线，甚至更高。所以说冬季的时候比较适合做钓。过来给我盘蛋蛋。我有录到你讲什么？对不起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小狗不要在外面流浪了，要谈它什么？快回家！快回家。思维，我们今天要钓几只？钓个20只就好了。哎，怎么那么没有志气？希望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鱼种，然后带给观众各位看一下有什么特殊的台湾原生物种，甚至外来种。开始整装备，钓鱼吧！所以你在干嘛？来啦 ，ASA 钓鱼的过程中啊，是我们会用 ASA 进行一个击鱼的动作。ASA 就是诱饵的意思，这个、哦，对，就是哦 ASA 溪流来说比较常用的就是吐司，哦，它就是吐司粉那个原理。它其实里面加一些鲫鱼素跟细藻类的东西。好，等你开上，先继续准备我的线组。线组在这边，今天要用母线1.5、子线0.8的去做钓。好，这是很简单、很基础的钓组啦。我的鱼竿是18尺的，它伸长的时候，我刚好可以拿到我的子线的部分，这个长度就蛮漂亮的。然后我的钩子应该是4号、5号。我今天想要钓长标，因为水蛮近的。这样子基本上一个线组就差不多完成了。我们下一个步骤的话，就是开始进行调配重的问题。配重调完，再开始调水深。通常啊，每个人习惯不一样。我们在调水深的时候，还要注意一点，就是你还要把你的饵料的重量算进去。你看浮标会慢慢往下沉，所以代表我的铅条要再退一点。然后这铅条啊，有些人捏掉就直接丢掉了。我是觉得你可以留着，因为未来你也可以用到。铅条啊，收好，不要乱丢。我刚才过来的过程中看到很多，你看这是别人丢的垃圾，这很明显就是其他钓客留下来的，而且不止这些垃圾，你看空保特瓶啦、烤肉架啦、铝罐啦，上面还有一大堆啤酒罐，这些都是笨手。垃圾不落地，垃圾不落地啊！我们都来这个大自然了，不要乱丢垃圾。这个卡巴多我觉得还可以用，我就把它收着。我们等下回去的时候，如果还有空间，把这些垃圾也带回去。钓场清洁一下，对吧？保护大家的钓场。我觉得等下应该会非常的热。防晒很重要。我有戴一个遮阳帽，它可以挡住脸。墨镜可以选择偏光镜或者墨镜，它主要的用处就是我这样子戴墨镜去看水面的话，不会有太多的反光。主要是山区有些地方会有很多的蚊子，甚至小黑蚊，它干扰你，其实很不舒服。所以我觉得手套也是必备。夏天的时候可以配这种袖套，但是我现在冬天啊，我有穿长袖，所以还好。然后我另外一个就是我一样会穿雨鞋，雨鞋安全很多，自身安全的配备，不是只有带钓竿而已。落入我们快乐的第一竿，做钓开始。哎，你也在吃了，你要注意看，轻轻抽一下，有那个钝力就可以了。好，终于感觉是鲫鱼的感觉啦。哎呦，蛮有拉力的。哎，好像虾面哎，虾面，高深固鱼啊，各位，很有力。各位看我的杆子，哇，玩到，哦，舒服。虾面，超网，林志伟超网。哎，中鱼啊，一连杆哦，录到连杆，大家都在中鱼。哎呦，鲫鱼，你这超直接的。哇，同时中鱼啊！哎呦，中了，收了，特写一下。哎，这只鲫鱼很大只哎。我手沾个水。对，各位，就是我们鱼啊，尽量不要在陆地上跳，就是它其实会受伤。哇！哦，这只鲫鱼其实是蛮大只的哦。好，我把它送银户。然后接下来是我的虾面，它还在跑。你看虾面超有力的，独立作业，不 OK。哎呀，它需要的溶氧量很高，我们尽量不要让它在陆地上待太久。进去 ，OK。有鱼起来，赶快抛个 ASA，对不对？中鱼，哦，大的，哦，鲫鱼看到了，鲫鱼，哎呦哦，但是这只鲫鱼好有力，哎呦，鲤鱼啦，小鲤鱼，哎呦，今日第一尾鲤鱼啊，这是小鲤鱼哦，这样子鲤鱼是非常小只的，哎呦 ，OK， 继续做钓，有了，中鱼吗？这好小，好可爱啊，马口，各位。这个如果在台湾的钓鱼课的话，叫做一枝花。你看这里有条黑线吗？它叫一枝花，这是台湾须大又叫马口，非常常见的台湾原生鱼类。有时候那个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耶，很大只哎！哦，
哇哇，大鱼跑了，跑了，可惜啊！哎呦，大吗？大的，哎呦，你看它的帅翅银质，哎呦，哦，帅啊，诸位！啊，你看粉粉的，很漂亮的这虾面。各位，虾面通常都很有拉力，因为它其实是在本流的鱼类，你就想象它生活在急流处嘛，它抗流的能力强，等于它体力非常的强，所以钓到它的时候就会像现在这样子拉不起来。但是因为我们的线太细了啦，钓它要钓比较谨慎，要让给它这样子。大的，哦，你的杆子站我面前了，哇！李老师有没有？有。哦，他在炫耀了，没有啦，膨胀了。你说你今天要钓20只嘛，对不对？嚣张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看样子他不是吹而已哦，认真有点料哦。你看他那个笑容，哇，藏不住啊！哎呦，不错，OK。好，李老师，你那边一样干净，可以好了。哎，好像当我没说，主要是怕线有其他的荔枝点，然后断线这样子。看到，哎，小心，还没，哎，倒出来，哎，还不行，回去，哎，好，惊心动魄，哎，哇，哎，很刺激，哎，有大只，哎，很漂亮，哎。那我们来解钩会有这个止血钳，我们用的钩子都是没有倒钩的，是最不伤鱼的。我这样捏住，转一下就下来了。进户，进去，完美，扛不住了，厉害。哎，中鱼，李老师下面往前推，往前推，把它推出来。哦，卷仔吗？很大，卷仔啊，卷仔，快把它敲，快点！哇，卷仔，很大只。好猛哦，李老师。MVP 新手日。哎，卷仔很有力。哎，赶快洗！哦，哎，很大只哎，很厉害。人家路亚玩，你用锤钓梗啊！哦，好爽哦！卷仔拉起来比虾面有力哦，这是区域性外种。我第一次钓那么大条鱼，很爽哈，很爽啊！今天第一条，来，是什么卷仔啊？卷仔合适奇葩，中鱼，黑鲤鱼呢？我猜早期应该就是为了观赏而用，然后就流出来到台湾的野外。台湾现在野外呢，我觉得是很难再遇到真正纯的原生的鲤鱼了。来，吼了，哎呦，来，交给我。哦，赞！你看，它跟刚才那只比起来，就特别的黑，有没有？啊，你看超黑的，它体色完全跟我们刚才钓的完全不一样。来进户，我们其实已经爆户了。说实在的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大丰收啊，对不对，植伟？不错哎，冬天你看，冬天可以钓这样子哎。我们今天钓到非常多的鱼种，但是也非常多的外种，所以台湾的鱼类水生态其实都蛮糟糕的，我只能这样讲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今天的最多的鱼种开始钓，我们来介绍虾面好了。哇，这个是一种台湾非常有名的特有种鱼类哦，这叫高深固鱼，称之为它为虾面。虾面它是一种非常强的优势物种，因为它的体长可以将近到50公分，它喜欢躲在主流的浅滩或者大石头后面洄游，它的抗流能力非常强。钓鱼人都会追求钓到大虾面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拉起来超爽。然后主要的食物是藻类以及小型的昆虫，会有掉落物，它都会去猎食。然后它的特征呢，中间的话会呈现粉红色，下鳍和上鳍以及尾鳍的部分会有那种淡蓝色以及粉红色镶边，是一种非常美丽的原生鱼。高深固鱼啊，顾名思义，它身体呈现一个纺锤形，它很厚。然后你看它的嘴巴在下面，超帅的。是为了进食藻类，对，很漂亮，然后是一种非常美丽的生物，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，它其实原产是在南部以及东部地区，这个流域本身其实是没有这个鱼种的，钓客为了在各大流域都可以钓这种极品的一种鱼类，会被到处放流。它其实是目前是非常强势的区域性外来种，你就想让它身长可以到50多公分，其他的小鱼甚至是苦花，它的鳍尾会被它取代，然后它非常强壮嘛，它会把它其他所有的竞争者全部赶走。另外一种不只是单指国外入侵到台湾的物种，台湾本土物种不符合它的原生地的话，它也是一种外来种。我们下个物种啊，是家喻户晓、鼎鼎大名的达亚，可以看到
非常标志性的鲤鱼特征，呈现土黄金黄色。它的最大特征是它嘴部其实有4根的很可爱的肉须，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台湾原生鱼类。虽然说是原生啊，但是台湾其实目前呢，我觉得要找到真正最原始的鲤鱼的话，应该很困难的。目前台湾的鲤鱼大多都是人为放流，甚至有不同品系。锦鲤它其实也是鲤鱼哦，只是在人类的选色、选品、观赏鱼类下面，它会分为不同的色系。早期呢，是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肉用食用鱼类，刺超级多，然后没有到很好吃。它的主要栖息地就是类似于中下游的皮塘，这个水域呢很有可能也不是它的栖息地，它是底栖鱼哦，它喜欢在水的底层游泳，嘴巴会这样去吸那个底沙，然后找东西吃。这家伙有几率是这边的区域性外来种，但鲤鱼分布于全台湾。那我就骗自己，希望它是个原生种好了。下一个一样是鲤鱼，你看全身发黑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台湾有很多不同的品系被放入在野外，那么多人在放流放一放，大家混成什么样了不知道，所以台湾各大水域就看得到这种鲤鱼，但是这100%一定是台湾的外来种黑鲤鱼。对，我们现在介绍一个非常有名的物种，而且它还是理科的哦。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卷仔，它的比较专业的中文俗名叫做和氏棘巴。还是奇葩比较好听啊，我讲奇葩好了。它是一种猎食性鱼类，它主要的生活水准是在中上层，所以它也是台湾路亚主要的玩的鱼种。它是非常有名的区域性外来种物种，跟下面一样，主要分布是在东部、南部。它的区域呢一样，它喜欢在本流的地方生活，它抗水的能力非常强，然后主要猎食一些其他的小型生物。但是这种区域性外来种呢，造成台湾很多东北部的原生鱼类的栖地大幅减少，栖位压迫非常严重。因为你就想想，它是吃家小鱼吧，这家伙是一个恶名昭彰，台湾河中的霸主和氏棘卷仔。各位，我们要介绍一个非常可爱的台湾原生物种啊，鲫鱼。土鲫鱼，台湾呢目前有2种鲫鱼，一个叫土鲫鱼，一个跟日本鲫鱼。日本鲫鱼呢目前是台湾的外来种，它的身体会比鲫鱼更肥厚一点，所以早期被当肉用，被放流在台湾的各大水域。跟它差别就是日本鲫鱼身体会更高，尾巴会比较尖一点。日本鲫鱼有点偏向剪刀尾，土鲫鱼的话会比较圆钝，比较圆滑，像鲤鱼这样子。然后土鲫鱼呢分布于全台湾的中低海拔的皮塘款的流域，然后这边呢应该是它的原生地。只要人为影响很严重的水域呢，其实要看到原生的物种，除了什么马口，其他都有点小困难。以前老一辈的人应该蛮喜欢吃的，都很爱吃这个。早期应该都只有鲫鱼和鲤鱼可以吃而已。它的生活水域以及习性跟鲤鱼真的是蛮接近，基本上一模一样。所以要钓它的话，就是钓贴底刚刚好。可爱的小型原生鱼，你看原生鱼基本上都丑丑的，虾妹应该算是非常漂亮的啦。OK。各位，我们今天钓完鱼了，非常开心。因为我自己本身呢，还有我们的阿伟非常喜欢钓鱼，所有鱼类我都想去尝试。希望我们以后呢会有更多拍钓鱼的影片，10个以内的系列。如果喜欢钓鱼，各位可以追踪我们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介绍各种台湾的动物、植物、昆虫，所有的生态各方面的议题。因为我们团队的兴趣，我们喜欢台湾的大自然的生物。就这样子，我是君，我们是冲山蛇，我们下期见，10个拜拜。